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天津市律师协会监事刘以沫律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大家。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需要我们的老师们帮助的嘉宾朋友，他们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看。从恋爱到结婚，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还得不到他的关心。面对家里的施压和他的不理解，我夹在中间也十分为难，压力也得不到释放。偶尔和朋友出去散散心，还被他误解，得不到他的支持。什么时候才能不受这夹把气呀？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刘先生31岁，来自河北司机；女嘉宾李女士44岁，来自吉林照相师。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欢迎两位啊！44、31，对，哇，这才叫姐弟恋，结了几年7年？24岁娶的她，对，家里同意吗？不同意，现在呢？现在也不同意。今天来也是因为这个吧？今天来就是因为婆媳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对呀，打齐根就没同意嘛。你们俩关系好吗？我感觉挺好。那就听夫人说说吧。哎，有孩子了吗？你们？没有，因为我媳妇生过一场病之后，就身体上有点原因，一直现在就没有。哦，这家里肯定压力特别大，是吧？对。哎呀，说说吧，跟婆婆怎么了？就是因为我婆婆嘛，每次家里有事的时候，她总是先跟我老公俩沟通打电话，从来就是没有跟我沟通过。有一次交保险嘛，然后她也是先给老公打了电话，我老公就像让我执行命令一样的说的啊，你给妈那个卡里打点钱，妈要交保险。然后我就质问她，我说为什么妈每次有事的时候不给我打电话，她先跟你说，你就像传达命令一样的让我去给妈交保险。他也没有跟我婆婆传达说的有事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跟我媳妇儿传达一下这个。因为我是他儿子嘛，肯定要跟我说嘛。我觉得这老太太做的没错啊。这要钱的事儿肯定要跟儿子说，儿子跟媳妇儿说，直接跟媳妇儿说这事儿，是吧？其实我在意的不是钱，就是因为我婆婆我们也有联系方式，因为我不止一次给她交过保险了。啊。但是你已经忽视我的存在了，从来有事不跟我说。哦，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疙瘩，对吧？对。好，还有什么事儿？还有的就是，我婆婆住院嘛，我公公也是给我老公打了电话，因为我俩当时都在北京上班嘛，就把手头的工作就撂下了去照顾婆婆。婆婆吧身体也不是说很不好，就是说想在医院调理几天。在医院住了3天的时候，我就说老公没有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北京上班吧。我老公就给我公公打了一个电话，说的那个我想先回北京上班，行不行？我公公就说那你得问你妈同不同意。后来我婆婆也没有表态，我老公就走了。在这期间，我就照顾我婆婆，洗洗涮涮嘛，就生活起居。每天我都会问我说婆婆，你今天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可是最让我寒心的就是。无意中就是他跟我弟弟的聊天他是让我给弄手机，说的让我帮他加一个好友。我突然间就看见他跟弟弟聊天，弟弟也没有称呼我是嫂子，然后妈妈就说他照顾我，他都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我。完弟弟说就必须让他照顾你，让他给你买更多好吃的，他要不好好照顾你，就让他滚。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妈妈有病呢，他说这话也是应该的。那肯定嘛，妈做完手术，她因为是转了1次院的嘛，这是在我们县城住院的时候都已经是高烧了，已经有10多天了。我就说她已经烧这么多天了，咱们就没有必要说是再去跟她去争论什么。对，她说完了，咱们就听一听就完了。您心里是觉得我付出那么多，你没认可我，对，所以在这儿难受。刚才您指的弟弟是谁的弟弟啊？是我老公的弟弟。哦，那你跟小叔子关系怎么样？我小叔子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份子，也没有把我当成嫂子。
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我小叔子也是来想跟我老公公学技术嘛，我老公公是开吊车的嘛，就是来了差不多有1年吧，就是他也没有学成。我就说老弟，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有没有你特别喜爱的工作？就是因为我老弟就是近视就是挺严重的嘛，我说的你要是不喜欢学这个，你也可以跟爸和妈说，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结果他跟我婆婆公公说，就是我这个嫂子不喜欢他，然后就不让他跟他哥学了。你说的这话就是有点多余了，并没有那意思。就是我爸我妈吧，也没有说是因为这个说他，就是本来就从一开始我俩开始接触的时候，一直到结婚到现在嘛，就因为就是也没有这个小孩，再加上我俩年龄上也有一点差距嘛，家里边一直不同意。我媳妇一说点什么话，我爸我妈他们就会以为说，是不是你嫂子想挑拨一下咱们这个关系？双方心存芥蒂。对，你媳妇儿是觉得说他们没接受我，从你父母那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这么反对这媳妇儿现在这样，我也下不了那个台，反正我心里默默接受就行了。对，但是他心里肯定就不舒服。对，其实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你的父母从来就没有接受过我，也没有把我当做这个家的一份子。假如他接受你不接受你？他接受我，你非让你公婆接受干嘛呀？说说你们俩行吗？你们俩好吗？我记得他有一次出去就跟同事聚会回来以后，他跟我说他就是不想过了，心理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俩之间没有孩子嘛，他过不去这个坎儿。我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你还说过这话呢？有过一次，不想过了。其实也没有。从我俩认识，就是我追的他，就是说我从心里边并没有想离开他的意思，就想一直走下去嘛。但是就是也许是因为被家里不认可嘛，就是再因为就是说也没有小孩啊，经过外界的一些舆论，再加上那天也是跟朋友聚会吃饭，可能喝点酒，回来之后，他说你又去喝酒了，你回来晚了。当时就可能就是情绪啊，可能就情绪上来了嘛。我就这么说了，所以我说了一句。你们现在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吗？没有。自己在北京生活？对。你弟结婚了吗？没有。你心里想要孩子吗？确实是想。其实就是因为咱俩没有这个孩子，在我心里也特别压力大，但是我没有跟你说。我不知道你是因为酒后，还是你心里早就有了想跟我分开的主意。所以你是缺乏安全感的。对。还有一次就是，他跟朋友去，哎呦，别哭啊。还有一次怎么了？还有一次就是他也是跟几个朋友出去聚会，然后就加了一个女孩的微信。有。然后被我看见了，他跟这女孩就聊天，他每次就问这个女孩今天吃饭了吗？工作顺不顺心？然后还给这个女孩转了800块钱。为啥？因为那个就是说一个朋友嘛，他没有路费了吗？就是又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借一个路费。不是什么朋友啊？就是通过我一个朋友介绍，属于我们一个同行。同行没钱了，问你借800。对。那你跟老婆说清楚啊。就是因为他。就老对我有一点不信任嘛，就是怕说，因为你的是一点还是特别吧？只能说是有点特别吧。你说需要帮助的人多了，那为什么你就非得帮助他呢？而且他是你朋友的朋友，为什么不是你朋友去帮助他，而是你去帮助他呢？哎呀，就是确实是，就是说离家也挺远，在这地方也没有熟人，就那么一说，咱们就感觉哎呀心一软。感觉不好意思。依你的观察，他跟那个同行还有联系吗？后来过了几天的时候，我说你把微信删了吗？他说删了。我一看他有没有删，然后就叫我把他删了。他就因为说的这个事儿，我就对他朋友不尊重了。说为什么要把人微信给删了呢？我说的他是借你钱了，你俩聊天，你为啥每天怎么不问我吃不吃饭，问我这工作顺不顺利呢？你去关心人别人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你就是说他因为你是有朋友介绍吗？你碍于面子。我不是问你呢，为什么不关心人家吃没吃饭，关心那个吃没吃饭？也关心，因为我俩每天都在一起。
你说那都是为你自己开脱，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怎么能天天在一起呢？那你有时间去关心别人，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呢？那你到吃饭时候我也问呀，有时候我就能赶上时候我都能给你送饭吗？行，这个就算过去了。还有就是就算过去了，自己就算过去了。行，还有另外一个，来，我们听另外一个。就是每次他家里一打来电话的时候，他就是不管有事没事的时候，他准时回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回到家以后就跟我失联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找不见他。晚上我一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今天太累了，我又不想说话了。”失联了多久？从早上到晚上半夜10点，我才能找见他。哦，干嘛去了？因为我家是山区嘛，我爸养的羊，就是一到忙的时候，我就回家去跟他们去帮忙，因为一帮忙就是到山里就没有信号嘛。早上有时候起的就特别早，可能4、5点钟就起来就走了。又赶上这一天忙的时候，可能真也到8、9点钟才能回来嘛。这个说的对吗？这个确实山里的信号有时候不太好。那你在这儿较什么劲呢？但是你就说再忙，半夜前还要忙吗？为啥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要跟他说上2句话，他就觉得不耐烦了，就说太累了。好，那我就觉得就是肯定是家里又跟他说啥了，所以说他又不想跟我说话了。所以其实您现在是草木皆兵啊，回家家里面人撺掇着你们不能在一起，出去碰到一些人，可能你又觉得他会出问题。对，你是不是特别担心这个男人有些什么新的情况？是。好，那我们现在就面对一下现实。先生也特别明确地说，我还是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孩子的。对。那客观现实是妻子现在没有办法生。对。那这个是看过大夫吗？从医院大夫都给看过，也尝试过挺多办法，就是也不是说是绝对没有可能。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方向上去努力呢？正在努力。那我们现在就面对这个问题。以下问题有些残忍，但是必须得问：你爱他吗？爱。你确定你爱他吗？非常确定。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说，我就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后代，而离开你，你怎么做？我会成全他的想法，然后自己离开。第3个问题，如果有了孩子，你觉得你们之间的所有问题就解决了吗？对，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孩子。所以在你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会回避关于孩子的问题吗？不会。好，接下来问题又来了，他母亲介意你年龄比他大13岁，你觉得正常吗？正常。老大现在还没给我生个孩子呢，他心里面不舒服，你觉得这件事情正常吗？正常。他就是因为这2件事情，我不接纳这个儿媳妇儿，你觉得正常吗？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你为什么还要为这些破事儿烦恼呢？就是因为我付出了，我对他们家人就是。你忘了我们刚才说的前提条件了。你都说了正常，你付出再多有什么用呢？但是我觉得结婚是我们2个人的事，过日子要孩子是我们2个人的事，跟他也没有关系。既然跟他没关系，你们俩幸福的生活就好了，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你婆婆对你的认可呢？我在意是因为我老公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他没有一碗水端平。他要怎么一碗水才端得平？就是对就是对，他怎么面对他妈？他妈说了，你不能娶一个比你大的。他说我为了爱情我娶了。他妈说我需要一个孙子，你赶紧给我生一个。他说不行，我夫人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问题，就是我只给你揭示真相，我也没有说您婆婆就是对的。在这种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是你先生的态度，其他人的态度一概不重要。对。而且你也没有那个必要说，因为我年龄比你大，我们现在在生育上碰到了一点困难，我就要无原则的受到你家人的羞辱或者不公的对待，也没这个必要啊。对。所以你就不要较那个劲。今天我们只是想明确一下夫妻之间最核心的矛盾在哪儿，其实就是孩子，对不对？所以我要问您了，孩子要不到怎么办？不要。你确定吗？确定。你过得去这坎儿吗？不用回答我，想清楚。来我们这儿就是想听真话的，对吧？对。其实最核心的矛盾不就在这儿吗？看起来是个死结啊，
但是我相信老师们会有办法帮你们去解开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位这个年龄差这么大，应该在结婚的时候也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吧？对，结婚之前跟我爸妈吵了一顿，就因为说我媳妇比我大点。首先啊，其实即便你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要恭喜2位的。女士，你非常幸运，你得到了一份真爱。男嘉宾，你也很幸运，即便他比你大了这么多年龄，你也得到了一份真爱。其实我觉得这是你们俩这一生可能最幸运的事情，能年龄差那么大，克服这重重的阻力，然后在一起结婚，还能生活7年，他一定有纯粹的爱在你们俩当中。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今天讲了什么，婆婆接不接纳你，有没有孩子这件事情，你老公刚才明确的表态了，没有孩子我不要了，我还是要和你在一起，这是真挚的爱。但我要说的是，你所有的陈述里面都是一个概念，你叫自卑。但我觉得你做的努力就不够。其实他为了这份爱，我觉得他一定付出很多。你在生活中每天在跟他去较这些没有必要的真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一步一步的让他远离你，让他每天都在反思，我曾经那样忤逆我父母把你娶回家，我对还是不对？其实是你在自己把他推远，你是把你的这份纯爱慢慢的推向边缘。我建议你的就是第一个，你应该好好的对待你的婆婆和公公，还有他的弟弟，因为你对待他们的每一分好，即便他回馈你的是不认可，但是你老公在他们面前是有尊严的，是有面子的，他在向他们无形的陈述，你看我娶她是对的，那是他继续爱你的力量。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他对你爱你的这件事情的疑问就会越来越大，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孩子能解决的问题了。等你真的有一天得到了一个孩子，却未必再有这份爱。对于你们这份纯纯的爱，我祝福你们，也希望你们能越过越好。谢谢老师。是这样啊，7年前24岁的时候，咱们逞了回英雄，然后后来发现扛了7年之后，这事儿不太容易。接下来，咱们做点积极，做点努力，啊，特别简单。爸爸妈妈不满意，你们别招我老婆不开心，我挑的，我认了。他不放心，你就让他放心，别没事就变出什么800、700的，这数也很尴尬。这是哪个城市的路费呀？就整800，你说说，嘿，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媳妇儿说了，她刚才当着我们所有的人，她说的特别清楚，你跟我说实话，我走。她今年44。什么事儿都来得及，咱直说，啊，过去7年，咱就当自己犯浑了。谁24岁都有不懂事儿的时候，你只要说了，你直说，你直说，我扭头就走。我就觉得，如果再让我重新再选一次的话，我还会走。不是重新再选，就是此时此刻，绝对不会放弃。好嘞，你听见了吧？你听见了吧？听见了。哎，得嘞。虽然说爱情和婚姻当中男女都是平等的，但是确实，尤其是你们这个山里边哈，就女性比男性大10多岁，那真的是需要男性有足够的勇气，女性有足够的智慧。但你们7年以后走到今天，我觉得都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了啊，就是有危机了，男生的勇气不够了。就像刚才梁老师说的，你是真的早上5点到晚上10点一点信号都没有吗？当然不是，不就是不想让爸妈知道你和你老婆那么紧密吗？不想惹他们心烦吗？不想在你爸妈面前起冲突吗？不想替媳妇儿说2句好话吗？他那么委屈为什么呀？你不站在他的角度上啊！你要7年来腰杆一直特别硬，我媳妇儿比我大，但我就认，我就爱她就好。7年了。当着爸妈接个视频一定可以，但你没做到呀，勇气不够。爸妈最终是希望看到你幸福，对不对？至于你娶了比你大的、比你小的，生了3孩子还是1个没生，取决于你。女生，我觉得你真的是智慧不够了，现在哈。你与其天天惴惴不安地担心这个年轻的男人有一天是不是会因为你年纪大、没有孩子、不够相爱而抛弃你，
你为什么不能活在当下，把每一天过好，去好好爱这个男人？如果说我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积极的爱去爱这个男人，还是因为孩子的阻隔导致我们分手，我们过好了每一天，到真的要分开那一天，不留遗憾。但是我觉得你们要足够相爱，你有足够的智慧，没有孩子又能如何？你们彼此就是对方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最爱的宝贝。但照你现在这个方式，他还真就有可能有危机了。你天天哭哭啼啼说我婆婆不认可我，刚才主持人问你了，婆婆不接受正常吗？太正常了呀，人家亲儿子呀，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相对一帆风顺的生活？你得接受自己啊！现在不是别人不接受你的问题，是你不接受自己。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才能守好你们这份爱情。咱现在乱了阵脚了，所以我送你就4个字：活在当下。把每一天过好，你们的爱情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到永远。焦虑担忧过不好你的爱情，好不好？我特别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也希望你们的生活无论有没有宝宝都幸福相爱。谢谢。我说给2位同样的话啊，你们都要认真听。第一，有孩子重要，但是它是最重要的吗？决定夫妻的婚姻是否幸福，是取决于有没有孩子吗？有很多孩子有2、3个的，该离也离，整天吵吵闹闹，过得并不幸福。所以孩子不是美好婚姻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二，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我们不能有孩子，这是一个缺憾，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也是缺憾，而不能是过错。他没有隐瞒他身体的情况，是吧？你们之前探讨过这个问题，对吧？达成了一致。那接下来如何克服困难？那你们都必须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嘛。就如同说服你的父母，给所有的人知道说，我们之间幸福不是取决于有没有孩子，这是你应该去做到的。妻子应该做到什么？我不以这件事情为自卑，这是我的一个遗憾，但是我有更多的价值存在。我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我更是让丈夫幸福的一个妻子，对吧？第3点，我们的生活要充满什么？希望。现在从医学上来说，并没有把有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判死刑嘛，做定论嘛，对不对？你们俩积极的去共同面对，去努力，那你们如果得到了你们希望的结果，那多么幸福啊！你比能轻易得到孩子这些家庭都获得了一份他们不曾有的幸福，他们不曾珍惜的那样的一个幸福，对不对？所以说一起去努力吧，什么困难也能在我们夫妻同心的作用下能够得到解决。谢谢曲总。帮帮团老师们，作为帮帮团，我相信你们是双向奔赴的。刚才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你在哭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有在给你递纸巾，他是非常在乎你的。所以我想跟这个姐姐说哈，就既然你选择了，你就要选择相信。我觉得如果你还要再继续这样敏感、多疑，然后或者这些焦虑，你会消磨掉他当初的坚定选择，你会把他越推越远。我相信你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我希望你能好好思考。谢谢。姐妹，其实在婚姻里面真正可悲的是，有很多的女人想要用孩子来拴住一个男人的心，但是他们每天过得并不幸福。而你真正用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一个男人，让他坚定的愿意跟你走下去，这才是你真正的最成功的地方。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作为广电帮帮团，我建议你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中，也不要按照别人的标准去生活，因为人生百态，它的打开方式千千万万种。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你们男生你就玩命的对他好，女生你就玩命的对他的家人好，让他的家人真正的从内心接纳你。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接下来的建议就非常简单，第一，给自己一个时间线，我们为这个孩子努力到什么时候？1年、2年还是3年？
第二，千万别在意你公公婆婆对你的评价了，你需要的就是活好自己和他。你做什么都不太可能被接纳，因为实际上面已经接受了。人不能强迫别人一定要接纳自己，接受就可以了吗？你想想看，当初他为什么会决绝地娶你？你那时候一定不多疑，你那时候一定自信。对，你把那个时候那个状态找回来，就没有问题了。我告诉你一个生活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很有可能当你们放弃了所有希望的时候，突然你说我怎么要做爹了呢？你都傻了。这个东西就是生活，放松就好。反正我们看到了爱，未来这个爱怎么样，在你们的手里。我再把它说的决绝一些，在你手里。他今天所有的不自信，他的这个情绪，其实都是你给的。你别口头上说爱爱爱爱爱，如果你真的让他感受到了，他怎么会那么计较？你琢磨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我希望老公以后有事我们能多沟通一点。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一定能，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放心，你就看我以后怎么做下去。我一定是你坚强的后盾，我不会说让别人看到你被我抛弃的那天。放心，只有你抛弃我的那天，不会有我抛弃你的那天。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能不能相信我一回？这个分开不一定是抛弃吧？怎么会用了这么一个词啊？谁也不比谁低，平等的，相爱的人是平等的，怎么会用这么一个词？我也不知道了。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不让大家猜现场出不出来，我们猜5年以后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他们现场肯定是出的，5年之后，我觉得他们还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在真爱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叫磨合。在假爱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叫磨难，他们是有真爱在基础的。5年之后，就他们这情况，我估计应该还在一起，弄不好就仨人了。5年以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比现在过得好，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好。5年之后还在一起，他们经历了今天的这场咱们爱宝之后，醒悟了什么是幸福。来吧，请开门，请开门。谢谢两位啊，谢谢，加油！谢谢，请回，至少他们今天这一段，你又相信了爱情了，是吧？又相信了那句话，是吧？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跨越一切的，就是爱情。祝他们幸福。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喜欢早睡早起，他却喜欢熬夜，享受夜生活。他喜欢和朋友吃吃喝喝，我却喜欢安静。他喜欢生活随意，我却喜欢生活规律，桩桩件件有章可循。我们俩这种天差地别的生活方式，贯穿了我们俩恋爱生活的3个年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王先生58岁，来自吉林工人；苏女士58岁，来自吉林会计。有请两位，有请。欢迎啊！您二位是什么关系啊？情侣关系，没登记情侣呗。据说今天就是来算账的是吧？是的。行，那咱就开始算账，从哪笔开始算？您是会计专业的，先从认识开始算起。咋认识？我们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认识的，一直到现在呢，就是说走了3年的路程了。其中因为大概春节左右的时候的一件事儿，就引发了我们之间的很大的分歧。哎呦，听听吧。就是这样一件事儿，是因为10万块钱的事儿。哦。我女儿创业的时候呢，可能是自己资金不足，然后自己就贷了一部分款，她也没有跟我说，自己也还了一部分。但是后来呢，还有10万块钱，就是一直到今年了，已经都3年多了嘛。然后就跟我商量说，能不能先借我，我先把这个债还上。啊，那你说我毕竟一个做母亲的是吧？其实帮一帮也是可以的。是，有钱当然该帮啊。然后回去我就跟王先生商量这个事儿。哦。啊，因为3年了。这话一叫就见外了，您叫个老王头多可爱。我就跟王先生商量了一下这事儿啊。我说你看，女儿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我想暂时先借她挪用一下哈。啊。他当时吧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挪用什么？挪用一下10万块钱，就是把咱们的积蓄给他，先借他用一下。咱们的积蓄是指谁的积蓄？我们俩的积蓄，我们后来工资放在一起去花的。哦。然后花不了呢，就是这一部分我就会存起来。你看，找个会计女朋友是好这彩礼的是吧？共同账户相当于是吧？对。我对有点好感，我把这工资就给他了，对不对？完了，他没通过我的同意，擅自把这钱就给借出去了。你知道借这个钱的后果是啥不？也不是没同意，因为我跟你说了是吧？我跟他说了，他只是没有明确的说行还是不行啊。那我就觉得他没有反对，就是同意，我就是借他，应该也没啥问题是吧？然后我就借给女儿，就把这个钱还了。等到回来他知道了，我告诉他了的时候，我说把钱已经借给孩子了。他就急眼了，你知道吧？跟我一顿掰扯，你这就惯孩子啊？哪有你这样事儿的啊？你之前说有去无回，血本无归，啥词儿都用上了啊！哎呀，我说至于的吗？他就说那意思，怕我女儿还不上了，嗨，就跟我就急眼了，你知道吧？就掰扯的够呛。你感觉这儿女的钱有还的吗？那怎么不可以？没有还的。但是你要借朋友钱吧，我还不能吱声，用啥我拉脸我敢去要去？你这那我觉得就不对了，你要没法要了，要就伤和气。女儿说是一定要还的，还有就是你这句话，我觉得我特别不能接受。借朋友可以，自己家的孩子不能借，那就是说我们是再婚是吧？你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位置上？不，人大哥的意思是说，朋友的钱借我还能要，对。这个钱借给孩子，在大哥的心里，这事儿就是给了，他是别扭在这儿。但是我跟他说了，假使说你真的因为这个事儿，要说你就过不去的话，最晚2年以内，如果孩子还不上，我一定会把这5万块钱给你拿出来给你。但是，那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了？不是，你这属于绑架，会计算的特别清楚，他是这么算的，5万是怎么来的？咱俩的钱合在一起。也有我5万，对，我挪用的只有5万，对，是这意思吧？我是这样想的，对，我但是这个东西说不清楚，没有流水账啊。我一般情况下会把这个账记得还算清楚。咋就能证明这10万块钱里面他只有5万，你也只有5万？因为什么呢？我们俩的工资基本差不太多。就别较这个劲了，我帮你一算账，您就释然了。谈了3年，攒了5万块钱。对呀。1年攒了多少钱？1年。你还算了吗？不，你算吧。1年不到2万块钱，1年16000多一点。啊，16000多点，花到1个月呢？1个月才1000多块钱吧。好，您就这么想这件事儿，豁然开朗。我这1个月1000多块钱，我就当送给我女朋友的礼物了。我不能这么算。哎呀，他要那么想呢？我不这么算。他要那么想，我当时那我跟我这嘎攒多好啊！你还想跟他好吗？你这个你要跟他好这件事儿，你不得释怀吗？你看你这，对，他就这件事儿一直纠结着。您可别，我们说没问题，您要说可就不对了。钱的事儿从来好算，感情怎么样？我们关注的这个。他不仅这个在钱的这个问题上这个样子，而且他也不太关心我。哦。那次呢，正好赶上我回自己家了，晚上吧，我就胃有点疼。
后来就越来越疼。哎，我一想，我说给他打个电话吧，他就没接。第一遍没接，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没有注意到，或者有什么事儿，很正常是吧？然后我就再打，还是没接。我一连打了4、5个也都没接，因为太疼了，太难受了。我就把电话给我女儿打过去了，然后我就哭了。我女儿开车就过来接我，就拉我去医院看了一下。好在吧，就是还没有什么大事儿哈，然后就给我送回来了，就一直陪我陪到第2天早上。一看没什么事儿了，我说你快上班去吧，是吧？他就上班了。然后我就在那儿，还是感觉有点过不去这个劲儿啊，因为我头一天晚上给他打了5、6个电话，他没接之后，我就一连就是挺生气的，就打，一直打了将近20多个电话，就始终永远没有接。然后第2天我说不行，我说我得回去看看，到底是他怎么着了，还是他有什么事儿了，我就回家了。回去了之后，我这开门进屋一看，好家伙，睡呢，呼呼大睡。那我喝多了能不睡吗？他明知道我去跟朋友吃饭喝酒去了，还无数次给打这个电话。我如果要没有急事，我可能给你打那么多的电话吗？我打了20几个电话，你都没有接。不会，他以为您是查岗，对吧？他哪知道您是在救援呢？我不至于那样去查岗嘛。然后当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说你心里经常出去喝酒吗？经常的，因为啥？我工作性质，白天上班就得晚上喝呀，白天也不让你喝呀。还爱喝酒呢，这岁数。这少喝，这愿意不是你说晚上放松放松吗？啊，特别热衷于夜生活。热衷于夜生活。哎，借着喝酒的名义啊，喝呀、唱啊、玩啊、聚啊。我说你60岁的人了，你不是年轻的小伙子，你身体是第一的，是不是？没错。他不仅生病，他不关心我，平时还有一次，我平时吧工作还算是轻松啊。一般情况下我就回家买个菜呀，收拾个屋子呀，做个饭呀。我偶尔的吧，每个月的月初的那几天，我可能会忙一些，会加班。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今天晚上加班，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回家。我说你回家的时候啊，想弄点啥就弄点啥。我说行，没问题，媳妇儿你放心吧，你回来我就让你吃现成的。我这打电话的时候在办公室打的，这同事还说，行啊，这姐，你看这一个电话，晚上回家吃现成的了。说实话，人都有点虚荣心，哎，我也觉得挺有面子啊。等到我晚上下了班回家，就快8点了，家里没人，我一看锅凉的。不寻思下班吧，家里有点水果，你说又干嘛去了？我跟朋友完了，给他打点包，让他晚上又出去喝去了。然后我打电话这样说的。媳妇儿，你别着急，我吧一会儿就回家了。我告诉你，他几点？11点半回来的，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你知道吗？最有意思的是啥？回来你知道吗？把我扒拉醒了，告诉我媳妇儿，快点起来吃饭吧，是不是饿了？哎呀，快点吃口吧。我说你这是关心我吗？你猜人说的啥？关心不得白天晚上关心吗？你听他这，我不能说光白天关心，晚上不关心吧？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那大哥是不是特别大男子主义啊？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么一点事儿，咱就听明白了吗？特大男子主义。你看看，有一次他朋友聚会，他说：“媳妇儿，你看给个面子吧，人家都要带家属去。”我说：“那行吧，我就收拾收拾吧，化个小淡妆啊，穿个小裙子，挺好的吧？”好，人家这样看了我2倍。我感觉画那玩意儿画的青块紫一块的，完了你穿的裙子敞胸露背的，这叫敞胸露背吗？让大家看。不是，这王大哥到底对您做了什么呀？人家是这样说，别穿裙子了，你穿这裙子不好看，晚上回来还冷。你那工装就不错，穿那个吧。我说大哥，我那工装洗了没干，我怎么穿？你猜人家做的啥？生呲啦的把我那一套工装啊，衣服裤子。还没干，给我熨了半个小时，给我熨干了，回来告诉我媳妇儿穿上吧，穿上去了。到那儿一看，人家朋友全到了，我们是最后一个到的。你猜人这位老先生跟朋友们咋解释的？哎呀，哥们儿们呢，你都不知道，你嫂子忙。我跟你说，你看着没？下班晚，直接就来了，就可重视咱这聚会了，都没换服装，就这么跟人说的。不是，他可能是提前已经设计好了，是吧？这不叫大男子主义吧？这不是挺可爱的吗？不是，哎呀，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跟你讲，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儿，服装的事儿吧。还有一次，我同学聚会，你知道人这老先生做的，我都没法说，这都老过分了。我同学聚会，然后我就寻思，那我同学聚会你不能再管我了吧？然后我化妆的时候，他就在那这样看着你。
等我画完了啊，我这一转身完，他说的，哎媳妇儿，你说你这疙瘩没整好。我说咋的了？我就这样，我说咋的了？他就拿手过来啊，我没太注意，他手里拿着东西，你知道吗？他手里拿了一个口红纸。哎呀，你看看你这什么呀？这画的，那他口红往我脸上一蹭，跟我弄的就是你根本就走不出去了，你知道吗？有那心思用在业务上，老天天琢磨买这些化妆品，完画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您就别说了，您说这话就是奔着不想在一起过。我听到这儿我就问一个问题。按您的这个讲述能力，和王先生这讲述能力，和你们俩对生活的认知，您当初看上他什么了？跟您说实话哈，其实你知道我们俩第一次约会，他确实挺打动我的啊。他吧，可能也是跟挺重要的朋友吃饭啊，他就说我今天这个场合挺重要的，你过来一下呗。他说你打车过来呗。我说太远了，得花多少钱呢？你来吧，你就打车过来。过来的时候打车之前把车号告诉我。我说行，告诉他之后啊，然后我坐着车，我的车一直到他那儿大概的路程是半个小时左右。他手里拿着一件大衣，他就站在路边，我老远就看到呢，就在那儿等着你过来。哦。等到我过来的时候啊，他是这样做的，就是走过来把车门打开，你出来，然后用手这样搭着。回头把大衣给你穿到身上，然后到前面把钱付了，回头冷不冷？就是他那个举动吧，我就觉得，就让我一下子就心就暖了。懂了，很绅士是吧？这跟谁学的？说，装的，特别可爱，装的。哎，那你们现在3年这个交往下来了，生活习惯会一样吗？我听这个应该不太会一样吧？我说吧，我没认识之前吧，他能说会道的，因为啥？我不善于表达那种能力。我后期他这个能说会道，对我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天天在说我。你觉得你受气？我都完了，非得要给我掰直了那感觉。这老给我设规矩啊，牙膏也挤的也不对。你还好意思说你牙膏挤的不对？我生活当中我比较喜欢。有规有矩的那种，循规蹈矩的那种，有章可循的那种。好，明白了。所以您挤牙膏是有规矩的。我是要从底下往上挤，一点是吧？对。挤到最后还卷起来是吧？对。哎呦。他就是拿过来就。受不了是吧？我对。行，还有什么规矩？哎呦，他还有一个事儿我都说不出口，但是我又不说，我觉得我又有点。不是，您可以说。反正你们别笑话啊！他还有一件事儿，我跟你讲。他每次上厕所的时候，他第2层盖就是带套的那盖，他从来都不往起周，你知道吧？不掀马桶盖吗？啊，对，他就把第1层周起来，完了第2层他去完了我就得收拾，去完了我就得收拾。这是为啥呀？那你要提前把那盖周开就完了呗。你看这点事儿还得拿这说来。让我提前把盖周，就后来逼得我，他一要上厕所，我真的就过去马上把盖周起来。懂了。然后有一次我一看他要起来上厕所了，我赶快去给周起来了。人家整句啥你猜？你干嘛呀？我说你不要上厕所，我要大号，我得坐那儿。不是你说这，哎呦，我真的会。这个确实啊，你这个这么大的人，这事儿你不会干呐。有他就他整去呗，有些。那跟大姐在一起快乐吗？跟他呀，有快乐也有过。把那10万块钱的事儿抛在一边，快乐吗？还行吧。还想过吗？再考虑考虑。以后要这样式儿的咋过呀？我的钱说动就动，没通过我表现。抛开钱，那毕竟走3年多了，能不想走在一起吗？行，抛开钱就过，对吧？对呀。把那10万块钱还回来，以后不许再动了，咱就过，对吧？对呀。好，听明白了。您呢？您跟他在一起快乐吗？不能说没有过快乐。快乐的时候多还是不快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略微多一点点。好，如果分手了，那10万块钱还他5万，是那意思吧？是的，如果他现在要我马上还完他5万，我就转身，拜拜。不是您这不对呀，您的意思说只要管我要钱，我就不跟你交往了？不是，我是说他如果要是纠结还没有完，因为这个钱我说了一定还他的。但是如果他现在就纠结在这个钱上的话，因为刚才您都说了抛开钱如何，他还把这个钱又提了一下。不是，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没有被尊重，是吧？行吧，各位老师，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姐，我想问您，您爱他吗？
回答不了。那大哥您呢？我感觉还挺喜欢他的。啊，挺喜欢的，谈不到爱那么高的深度啊。其实中年人的爱情，不可能只谈风花雪月，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谈钱，并不代表不爱。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是的。那我想问几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姐，如果你们两个人继续在一起，如果说大哥有重大疾病的时候，这个钱从哪来？我是这样想的哈，首先呢，我们俩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工资是放在一起的。将来有一天，无论是他有病还是我有病，我肯定会拿出来，他有病给他用，我有病给我用。把结余的钱存在一起，是为了对抗将来两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风险，对吗？是的，是的，是的。对，那除了你们一起存的10万块钱，双方还有各自的存款吗？他有没有我不知道，他也没有说过。没有，我有一部分，我有。您是有的，对吧？如果您在后面有病了，您有女儿，您还有自己的存款，您总不至于不能救命，是不是？嗯。那大哥有子女吗？有子女。那大哥有子女这一层跟您打平了，那大哥没有存款了。对他来说，心里讲的是，我有了这点钱，可能有一天我突然发生重大疾病了，我可以救命。这个钱一旦动了，不是钱之间的衡量，是在生命和钱之间的衡量。您能理解这个概念吗？我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我觉着啊，那你说他其实也是一直有工资的人，那他没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攒钱吗？那钱全都光了吗？您看，您也很关注钱，中年人的爱情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取舍。大家就拿到桌面上讲，接下来的生活，我就给你们一个特别客观的建议。现在放在你们2位面前一张白纸，拿上笔写。现在我们每个月的收入之后的钱，将来怎么花？如果一方动了，后面会怎么样？我拿什么来补偿？写得清清楚楚的。如果我有病了，谁来负担重大疾病的费用？咱们就一笔一笔的把账写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可能你们更能认识到这段感情和你们心中真正所追求的东西是不是一致，再权衡一下，也不用总是在心里打着那个小算盘，嘴里念着对方的不好，每天都是情绪，这样的生活也不愉快，对不对？我觉着吧，在咱们这个岁数，应该算是同龄人，有件事特别重要，幸福离不开随和。什么事儿都较真儿，这日子就没法过。什么叫随和？比如说啊，我们家人说今天晚上7点回家给我做饭，我愣扛到11点半没吃。你觉得这是我们家人说话不靠谱呢，还是我想不开？因为他不是一次这个样子了，就是对，那第2次，我愣扛到11点半，嘿，今儿你不回来，我把自己饿死，这口我都不能吃。老师，您不知道，他第2次下半夜2点回来的。他回不回来，我们饿了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吃饱了之后，他回来再带一顿。我就是跟他较这个劲，也是对。哎，有些事儿呢，随和，好吗？既然你要求人家5万块钱。你算计什么呀？咱随和点不行吗？所以我建议您，咱们彼此都随和。我听来听去啊，我还是觉得你们俩像是搭帮过日子。如果是搭帮过日子的心态，很容易过不成，因为彼此牵绊的东西太少了。你说财务看起来放在一块儿了，那10万存款，1人5万，分得门儿清。你说生病，心里边想的都是，真生病了，各回各家，各找各挖。你们的状态呈现出来的还是搭帮过日子，差那个爱的程度还有点距离。中老年如果没有爱，想走长久，挺难的。先生都说了，说这我得考虑考虑了啊。为什么？因为平常搭帮过日子都是小事儿，钱可是根本啊，动了你们的根儿了。你对他的信任崩塌了，好吗？你动我钱了，咱相处就得将心比心，拿出真爱来，才能走得长久。搭帮过日子，我觉得那现在没问题，咱就把账算清楚呗，生活开销算明白呗，将来真生了病，各回各家，各找各挖。趁现在还都身体条件挺好，还能互相约着出去玩一下，咱就享受当下。但我不建议这样。人生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相伴到老、共白头的人是最幸福的事儿。
真的要相处下去，就要把真爱真情拿出来，然后领证儿。所谓的长久，都是和承诺、责任在一起的。没那个证儿，就是谁也不承诺谁，谁也不负谁的责。我觉得严老师正好说出了我要问的问题。你们准备结婚吗？其实我们之间刚一开始，要是不发生那些事儿的时候，可能早都领证结婚了。半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就说过这个事儿。然后这中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所以没有结婚。对。我就问，此时此刻准备结婚吗？有点纠结。这就是核心所在。你们现在的情感不足以支撑你们真正的生活在一起，都留了私心。大哥，我问您一句啊，如果是您的儿女问您借10万块钱，您怎么办？我得考虑考虑，借还是不借嘛？你要是借也应该能借，他应该他女儿本身他有存款呢。听我的问题，稍等，大哥，你终于说出点心里话，这也是我要问他的问题。我就问你，如果您的孩子要借钱的话，是不是要借？应该要借，对吧？所以他女儿管母亲借钱这个动作是合理的。好，大姐，我就要问您扎心的问题了。我知道您要问啥，老师。对，因为我要问为什么没拿我自己的存款去借给女儿？是的。其实这个事儿，他应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哥哥得了非常严重的病，我就把钱都拿出去给我哥哥治病，所以我暂时没有太多的存款。但是还有。但是不足以去支撑这个。当然，你有多少？比如您有5万，没有那么多。其实有3万，我已经拿出来。我举个例子，你有3万。其实我手里现在有2万块钱活动钱。好的，能不能先把这2万给女儿？我那2万块钱是因为我可能是你不要那么多的解释，那是你的女儿，对吗？是。你要不要借这个钱？是的。你借不出10万，对不对？对。你只有2万，对吗？对。跟女儿说呀。你有多少力你就出多少力，女儿要100万，你给吗？给不了嘛。同理，所以现在你们没有结婚，你也知道你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现在不能结婚。你为什么要不经她的允许，用她存放在你那里的钱给到女儿呢？因为我们的钱暂时你过界了，你现在能力只能顶多给你女儿2万，多了你给不了。或者说10万嘛，你把你自己5万借给他，你为什么要伤害他呢？因为这是你们的关系的核心表现所在。大姐，您口口声声讲的都是感情，都是我的付出，但是到关键问题的时候，您退缩了。老师，我您不坚定，不是说不还他，是一定是还他的。我没有说还不还的事儿，我现在在说借不借的事儿。所以你们俩的关系没到结婚那一步，您过界了，用了他的钱。所以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彼此都留了私心，至于往下能不能走，看你们愿不愿意往下走。而钱的事儿呢，最好说清楚，最好打一个借条，好不好？就这样。谢谢曲总。来，帮帮团的老师，作为广电帮帮团，那我想问大姐，您图的什么？我就觉得身边有一个人照顾我，或者是我们相互照顾。对，我觉得就是感觉生活没有那么寂寞。我身边很多有想再婚的，就是说我就是想让他给我端这一碗水，但是以大哥您现在的生活这个状态，阿姨，我觉得谁给谁先端不一定，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说老年人找老伴儿，其实简单的一个诉求就是女方是求依靠，男方呢是求照顾。但是在您2位现实生活中呢，大姐，在您难受的时候，您找到依靠了吗？他给您提供依靠了吗？没有。大哥，在日常生活中，大姐对您的照顾是不是也让您很别扭、很难受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2位在一起，只会降低生活品质。2类人嘛，合不到一起嘛。这10万块钱验出来的是什么？这10万块钱验出来的是情比纸薄啊！你们俩搜口袋算来算去，大哥就算您5万，1个月就1000多块钱。我说了一句话，您就当送给大姐的礼物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可以？如果这是后半辈子要陪我的女人，不可以吗？
他有困难就不帮一把吗？对吧？您心里难受。我翻回头站在大哥的那个角度和立场来说，我心里还更难受呢。我可是放心把钱给你的啊，怎么你闺女儿一有事儿，你把这钱全给我弄走了？我可都不知道啊。我难受不难受？我也难受。你辜负的不是我那5万块钱、10万块钱，你辜负的是我对一个女人的信任。活了50多岁了，我把这家底子我掏给你了，你就这么跟我干，那我还晴天霹雳呢。所以这事儿一出，这感情就完了。您可别为了5万块钱，选一个不合适的老头。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非常感谢你今天能陪我一起来到这个舞台。其实，在我们感情的背后，我也有很多的纠结。其实我就是只想找一个能够陪我走到老的人，两个人能彼此携手。就是我难受的时候，你能问候我，给我端杯水；你有问题的时候，我能照顾一下你，也就仅此而已，没有更高的要求。如果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再重新考虑一下。我感觉吧，咱俩认了3年多吧，毕竟有点感情，我这个人吧，不需要谁给我立规矩，所以呢，咱俩再慎重的考虑考虑。大哥说了，我不喜欢别人给我立规矩。还是想到了那个场景，一件大衣，一个躬身，手挡车门，窈窕女子下来了。您就仔细想想，那要3年前您的身体是什么样？今天我看您说话都糊涂了，保重吧。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结局。我觉得2个人都不出来了。我觉得走到今天，又经过了事情的考验，就考验住了，所以双不出吧。来吧，看看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那您还有什么话跟他说吗？其实我觉得他不上来的话，其实也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其实我上来，之所以上来，我是在想，也许再给彼此留最后一点点的希望吧。嗨，我觉得啊，到了这岁数就别再纠结了吧，开开心心的重新开始，然后钱的事儿你们下去谈清楚，我相信你们有这个智慧。谢谢您的分享，谢谢，请回，请回，请回。谢谢各位老师和专家，谢谢。希望今天他们随随和和的过了这个坎儿，休整一下，好好的找属于自己的真爱。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